根据夏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保护个人财产以及人身安全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视作正当防卫。因此，我认为我的当事人故意杀人罪罪名不成立。全体起立。本庭宣判，被告故意杀人罪不成立，驳回原称诉求。闭庭。白律师出来了！恭喜白律师再次胜诉，请问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听说白律师一共打了370场官司，百战百胜，被誉为律师界的常胜将军，能说一下你的感想吗？请问你说白秋霜，你为什么要替一个杀人犯辩护？你还有职业道德吗？终审判决已宣告他无罪。你口中的杀人犯是法律确认的清白之人，而我的职业道德恰恰是在所有证据和法庭面前为他争取了这个结果。你现在质疑的不是这个判决，而是我们共同维护的司法公正本身。是江城首富赵万山赵董。赵董，你儿子的强奸案一审败诉，你这次过来是专门来请白律师的吗？白律师不愧是律师界的泰山北斗、常胜将军，今天这么难的案子都能做出无罪辩护。赵董过誉了。赵董找我是为你儿子的案子。果然什么都瞒不过白律师。白律师，我送你的天空之心的手链，你收到了吧？可否借一步说话？白律师，请。不愧是律界的常胜将军，就连江城首富赵董都对其恭恭敬敬，亲自为他开车门。赵董有什么事儿，现在可以说了。白律师快人快语，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儿子的案子你应该听说过了吧？我儿子遭人设计陷害，背上强奸案，对方准备周全，我已经找了律界精英周律师帮忙辩护，没想到一审的时候还是败诉。白律师是律界常胜将军，经手的数百起案子创下100%胜诉的记录，所以我想请白律师做我儿子的辩护律师。这是些小意思，希望白律师能帮我打赢这场案子。赵董还真是大手笔，不过白律师，我赵家就这么一根独苗，现在只有你能救他，求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只要你能答应这场官司，不管你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白律师，是有什么急事吗？抱歉，是我女儿打来的。没事，白律师，您先接电话吧，万一您女儿找你有什么要紧事儿呢？妈，你怎么才接电话？你答应今天陪我过成人礼的，我已经在路上了，你什么时候到啊？我这边现在有个案子，还走不开。案子，你的眼里只有案子，是不是要我身上出了什么案子，你才会多看我一眼？你这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你能出什么事儿，唐露露？你能不能懂事一点？我每天这么忙，不都是为了你吗？你已经18岁了，我就是养条狗，现在也该摇尾体怜了，而不是每天都在这里指责我。那你去养条狗啊，还养我干什么？行了，我还要整理资料。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注意安全。何必在这里假惺惺？反正你根本就不关心我，就算我在外面被人强奸，也不关你的事。你说什么？喂，露露，别难过了，唐叔叔去得早，秋霜阿姨一个人把你带大也很辛苦。还有你这个手链，天空之心可不便宜哦。那也改变不了她不是个称职妈妈的事实。丽丽，还好有你陪着我，从小到大，你陪我过了10几个生日了吧？那没办法，谁让我是你最好的闺蜜呢？公交车来了，快上车吧。
白律师，这是跟女儿吵架了？听说您女儿今年高考落榜，白律师如此辛苦，也是想给她的未来一个保障吧？可是他从来都不体谅我。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哪个不是为了孩子操碎了心？我儿子今年刚19，我很能理解你的心。这样，要是这次官司能打赢，我可以资助你女儿出国读书，将来回国也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既然赵董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这案子我接了。什么时候开庭？就在下午2点，我马上让人把所有资料都交给您。还有1个半小时，时间不多了，我先回去准备准备。好，谢谢白律师，真的太感谢了。我给你找了常胜将军白秋霜作为你的辩护律师，以后安分一点，再敢出去胡作非为，我饶不了你。真的？这么说来，我岂不是不用坐牢了？有白律师出手，自然任何案子都能摆平。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要开庭了，在这期间你千万不要再给我捅娄子，知道吗？龙哥，什么事儿这么高兴？我爸给我请了国内最厉害的辩护律师，哥们儿的事儿解决了。恭喜龙哥！这么说来，龙哥以后不管犯什么事儿，岂不是都能轻松摆平？那是自然。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了？什么都没干啊！你们说是吗？美女，你看，都说我什么都没干，你可不能冤枉哥哥我啊！你看，都说我什么都没干，你可不能冤枉哥哥我啊！你刚刚骚扰我闺蜜，拿手摸她，我都看到了，你这个变态！是，我是摸了，关你屁事儿啊！怎么着？摸你闺蜜没摸你，你寂寞了是吧？刚才怎么没发现？你这身材更带劲儿啊！露露，别起争执，对方人数多，我们先离开这里吧。别急着走啊，咱们还可以做些爱做的事儿呢。还是个硬骨头，老子今天就好好陪你玩。小娘们儿，敢对我龙哥动手，你活得不耐烦了？把他给我按住！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离我！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说呢？你放开我！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家2个小姑娘，畜生！就是，这也太过分了！还敢多管闲事吗？啊！你们给我听好了，这位是江城首富赵万山唯一的独生子赵小龙，敢得罪他，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小姑娘，快跑！妈的，你怎么开车的？你也要多管闲事是吧？人，龙哥，人跑了，还不赶紧给老子追！我在这儿走了。哎呦，我的腿啊！小伙子，你怎么不看路？
妈，快接电话呀！原来掉在这里了。白律师，出什么事儿了吗？露露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要不要回个电话？她能有什么事儿？肯定是在催我过去。赵董那边的资料送过来了吗？都在这里了。先工作吧。丽丽，你在这里躲着，等会儿我去把人引开，等他们走了你再出来，知道吗？露露，不行，要走一起走。听我的，没时间了，你放心，我能甩掉他们。哟，这是要去哪儿啊？跑啊！怎么不跑了？臭婊子，轮得到你多管闲事儿？老子想玩你们是你们俩的福分，还敢跑？老大，把他们两个给我绑起来！这里人多眼杂，咱们换个地方慢慢玩。带你们去个好地方，保证让你们这辈子都忘不了。欢迎来到我的秘密基地，在这里我们想做什么都没人打扰了。阿虎，先把他们弄醒。你们这些畜生，你们会遭报应的！龙哥，这爷们儿还这么嘴硬，欠收拾。老子今天非要让你服气！你今天就是杀了我，我也绝对不会让你碰我一根手指头。是吗？那要是我划伤这个小美人的脸蛋呢？住手！你别碰她！你们看到了吗？吓成这个怂样！动刀不好，太血腥了。我有更好的东西，保证让你们终生难忘。你们这群畜生，放开他！有什么冲我来！放开他！我求求你们了！姐姐，姐姐，你醒醒！我妈妈说了，不让我跟你玩，你是没爸妈的野孩子。你们都走开！以后她就是我妹妹，你们谁敢欺负她，我就告诉我爸爸，让警察把你们都抓走。以后我就是你姐姐了，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你们放开他，我陪你们玩。你想怎么玩，我都不会再反抗。早这样不就好了吗？非要逼我动手。姐姐，以前都是你保护我，这次轮到我保护你了。
天空之心手链，这不是1个月前我爸在拍卖会上花8000万拍的那条吗？他说要送给律师界的常胜京剧白秋霜，拜托他帮我打那场伤人案，怎么会在他身上？难不成他真的认识白律师？这手链你是哪儿来的？说实话。这是我妈妈给我的18岁生日礼物。龙哥，怎么了？这条手链是我爸上个月拍的，花了8000万，专门送给白秋霜白律师的，求他帮我打官司。现在居然出现在这个女人手上，难道这个女人和白秋霜有关系？老爷可是说过，白秋霜在律界是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从来没有输过官司，黑白两道都要给他3分薄面，就连老爷见了他也要礼让3分。若是他真和白律师有关系，我们岂不是完蛋了？龙哥，你的案子也必输无疑啊！闭上你的乌鸦嘴！你跟白秋霜是什么关系？老实交代。原来你们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也有怕的人。白秋霜是我妈，亲妈。什么？龙哥，你是不是认错了？白律师何等人物，就连你爸要见他一面都得提前预约。这小娘们肯定是听你说白律师很厉害，才故意冒充他的女儿，想让你放过他。说的也对，现在的各种首饰，网上都有很多仿品，9块9包邮就能买一条一模一样的。哈哈哈，我看他手上这条肯定就是从网上买来的赝品。臭婊子，你当本少爷很好骗是吗？我爸今天刚给我找了白秋霜作为我的辩护律师，转头我就遇到他女儿。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听话。今天本少爷还能让你少受点罪，不然你也不想看到你的小姐妹被我们轮流教育吧？我可以给我妈妈打电话，这样是不是就能证明我是她的女儿？行啊，现在就打。我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要是敢骗我，我今天就让你们2个都横着出去！接电话，求你接电话，妈，求求你，快接电话！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这号码根本就不是白律师公司标注的公开电话，打了3遍都没人接，是怕打通了露馅儿是吧？敢冒充白律师的女儿，胆子不小啊！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不是的，不是的，我打的是我妈的私人电话。你以为我会信你吗？陌生号码，打的是我的私人号码，我的私人号码只有露露知道，是打错了吗？喂，白阿姨，你快点来吧，露露她……你说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露露，刚才那声惨叫是露露的声音。露露，你千万不能有事，妈妈马上就来。白律师，白律师，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要开庭了，你要去哪儿啊？我女儿出事了，这里你替我盯着，我先走了。白律师，您别着急，小姐先前就让同学打电话过来，催您去参加她的成人礼，这次会不会又是恶作剧，编了个谎想要骗您过去？现在是法治社会，小姐只是和朋友一起去城郊拍成人礼照片而已，能出什么事儿啊？您就是太爱女心情了，自己吓自己。说的也是，也许是我关心则乱了。不行，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还有40分钟开庭，时间还来得及。白律师，张助理，我过去看看，很快就回来。这里你先帮我看着点儿，替我拖住对方律师10分钟。好，您注意安全。去城郊废弃仓库，麻烦开快一点，越快越好。露露，千万不要有事啊！露露，唐露露，你在哪儿？住手！妈，对不起，是妈妈来晚了。是他们绑架了我和丽丽，还划花了丽丽的脸。喂，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不都是你情我愿的吗？我们可没逼你，你们说是吧？你放屁！乖，有妈妈在。哎呦，阿姨，你这么瞪着我，我好怕怕呀。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想怎么帮你女儿讨回公道啊？报警吗？你敢打老子，找死！不知悔改，你们已经构成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奸未遂，数罪并罚，最低3年，最高死刑。我呸！就凭你，有什么资格给我量刑？你知道我是谁吗？法律面前，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犯罪是明确，人证物证俱在，你等着法律的判决吧。老阿姨，你少在这里吓唬人！我龙哥可是江城首富赵万山的独生子，法律在他面前算个屁！你是赵万山的儿子？没错，现在知道怕了，晚了。藐视法律，赵万山就是这么教你的吗？你敢直呼我爸的名字？老阿姨，你不是说我藐视法律吗？那又如何？我有这个资格。我爸今天早上刚花了8000万，请来律师界的常胜战将白秋霜做我的辩护律师。你想去告我就去告啊，看看是我被判刑，还是你跟你女儿玩完？是吗？你以为自己有钱有势，就可以随意践踏法律、为非作歹了吗？如果我说我就是白秋霜呢？白秋霜，她竟然真的是白秋霜！都说白秋霜是绿界女王，常胜将军，没有她打不赢的官司。我们这么欺负她的女儿，这么得罪她，她要是报复我们不都死定了吗？丽丽，你醒醒！妈，丽丽晕倒了。女儿别怕，妈妈马上送你们去医院。龙哥，咱们赶紧放他们走吧，要不然白秋霜真的不会饶了我们的。走，今天他们谁都别想走。陆哥，你这是做什么？一群没脑子的东西！瞧你们这副怂样！
老子前面刚说了，我爸给我找了白秋霜白律师，他后脚就说自己就是白秋霜，只拿个破本子出来，你们这群没脑子还真信了？假证？当然是假证。这妮子先前就说他妈妈是白秋霜，肯定是他跟这老娘们提前通了气儿，找了张假证来冒充白律师，好吓我们。只可惜，就这点拙劣的伎俩，在小爷面前还不够看。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还是龙哥英明，一眼就识破这老娘们的阴谋。给我上！赵小龙，你当真无可救药？我警告你，赶紧放我们离开，要不然怎么样？你还敢威胁我？给我摁住他！本少爷今天非要亲自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娘们儿！你这是自取灭亡！他妈的，还你倔！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行了，就你这样的废物，还敢在我面前冒充白律师？我看你是脑子被打坏了吧？露露，把我送你的天空之星手链给我。妈，你怎么样？这条天空之星项链是你爸赵万山上个月在苏富比拍卖会花8000万拍的，亲手送给我，委托我代理你的伤人案。你把它拿回去，告诉他你的案子我不接了。另外，让他准备放弃大事，准备爱他。没完没了的是吧？好，到现在你还敢装自己是白秋霜是吧？我看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们彻底死心。你不说你是白秋霜吗？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问问白律师现在到底在哪里，看看你这个冒牌货还怎么装。赵小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10分钟就要开庭了，你怎么还没过来？人家白律师早到了，我1个小时前就看见白律师的助手在等候厅了。不说了，马上要开庭了，你小子给我赶紧过来。这个节骨眼上千万别给我捅娄子，知道吗？我能捅什么娄子？爸，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到。赵万山！他妈的，都听到了吧？白律师1个小时前就已经到法院了，你还敢在我面前装白秋霜？行了，马上就要开庭了，老子没工夫继续陪你们闹，等老子的案子了结了，再来陪你们好好玩玩。走了。丽丽，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妈，丽丽是为了保护我才变成这样的。先送她去医院，你放心，这件事我们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妈妈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赵首富的儿子到了。赵公子，你一审被判强奸罪，原告方证据充足，你这次上诉有翻案的把握吗？什么强奸罪？明明是那个女人主动勾引我，怎么能算我强奸？老子不但要翻案，还要告他诬陷，把他送进大牢蹲个10年8年。据我所知，原告方证据链完整，你想翻案的几率非常渺茫，更不要说反告原告了。能说一下赵少这么自信的底气是什么？当然，本少的底气就是绿界常胜将军白秋霜白律师。赵首富果然请了白律师出手，以白律师的能力，要翻案恐怕真的不是问题。难怪赵少这么有底气，有白律师出手，赵少必然可以洗脱罪名，反而是原告方要倒霉了。让开让开，耽误了本少爷开庭，连你们一块告。你又去干什么了？耽误了这么久，知不知道今天这场案子对你有多重要？爸，一点小事耽误了而已。再说了，您不是都给我请来了白秋霜吗？有他在，今天的审判不过是走个过场，我肯定会无罪释放。今天过后你给我消停点，听见没有？再惹事儿，我也保不住你。知道了，知道了。
赵总，张助理，不知道白律师什么时候到呢？我们都等了好久了。白律师他不会不来了吧？这可怎么办啊？我当然会来。白律师，您总算来了，我这一颗心也就放回肚子里了。我还担心您贵人多忘事呢。赵总，您放心，这场案子我十分重视，无论如何我都会到场。您脸上这伤是怎么回事？是哪个瞎了眼的狗东西敢对您动手？您放心，只要赢了今天的官司，我一定把那个瞎了眼的狗东西找出来，让他给您磕头道歉。姐姐，他们真的请来了白秋霜，我们是不是没有胜算了？如果这次告不赢，我们就再告，再上诉，就算是拼上一辈子的时间，也必须让这些魔鬼付出代价。白秋霜常胜将军的名头可不是浪得虚名，那可是几百场案件从无败诉的光辉事迹堆积出来的，有他给被告做辩护，恐怕原告这次非但告不赢，还会因为污蔑进去坐牢啊！我不信，我不相信，有钱就可以无视法律，为所欲为。法庭审判是要依照法律，任何人只要违反了法律法规，必然逃不出法律的制裁。白律师说的没错，我儿子清清白白，反倒是你们诬告我儿子，今天你们就等着自食恶果吧。白律师，请。白律师，您是不是走错了？是吗？被告的律师席在这边。赵总，是你记错了，我就是原告的辩护律师。你说什么？你怎么能是原告的辩护律师呢？刚才在法庭说白秋霜是自己的辩护律师，怎么就成了对家的律师呢？听说他律师费高达100万，原告这两姐妹可是一对孤儿，怎么可能请得起他？早先就听闻白律师不仅能力出众，还幽默风趣。你一定是觉得马上开庭气氛过于沉重，才跟我们开个玩笑吧？赵总，这里是法庭审案判案的地方，你觉得我会和你开这样的玩笑？可我们没有钱能请你，我们的律师是通过法律援助请来的免费律师。这场辩护我不会向你们收取任何费用，我就是你们的免费律师。您说的都是真的吗？当然。妹妹，我们好像能赢了。白秋霜，我们一开始说的好好的，你可是收了我5000万的律师费和我从拍卖会上拍下来的天价项链，还有你女儿的学校，难道你就不为你女儿考虑了吗？恰恰是为了我女儿，为了像她们这样的女孩们，我才更要站在这里，举起法律的武器，为正义而战。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难不成是我哪里得罪你了？您脸上这伤是怎么回事？说，你又背着我干了什么？你给我过来！白秋霜和我无冤无仇，他为什么突然和我过不去？和钱过不去？你是不是背着我得罪他了？说！爸，我不敢说。不说，那你等着进去坐牢吧。爸，我说，我差点睡了他女儿，还把他们母女俩都打了。你说什么？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她是白秋霜的女儿啊！要是知道，我肯定是不敢动她的。你这个逆子，我老赵家怎么会出了你这个蠢货？白律师，这都是一场误会，您大人有大量，就放过犬子一马。白律师，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现在才知道错了，是不是太晚了？白律师，只要你能替我儿子辩护，原先答应你的钱，我再加1个亿，够你和你女儿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马上就要开庭了，还请赵龙坐回自己该站的地方。肃静！庭审即将开始，请相关人员有序入座，不得轻易走动。
审判长，开庭前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完毕。下面我宣布，庭审开始。现在我宣布庭审开始，双方辩护律师是否均已到场？原告辩护律师已到场。爸，我连辩护律师都没有，我怎么办啊？没有律师到场的话，赵公子这一案恐怕是输定了。没有辩护律师，只能靠自己陈述。可对方可是百战百胜的绿界神话白秋霜啊！这要是我，还不如直接认罪算了，好歹给个痛快的，不受折磨。被告辩护律师是否到场？爸，你想想办法啊！爸，我才19岁，我不想进去坐牢啊！爸，白律师，我儿子就是一时糊涂，您就高抬贵手，放过他这一马吧。难道你真的想在江城和我赵家为敌吗？审判长，被告律师并未到场，依照大厦律例，可以直接进入原告律师陈述环节。白秋霜，你这个臭娘们急什么急？早知道老子当时还不如直接把你绑起来，我看你还怎么来开庭。审判长，被告当事人这是赤裸裸的威胁。被告人请注意你的言辞。赵公子这是急了，毕竟在白秋霜的气势压迫之下，口不择言也是很正常的事。哎，必输之局啊！除非他现在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律师，还必须是有实力能和白秋霜打擂台的。这样的人翻遍江城也找不到。谁说江城找不到？被告辩护律师唐道然到场。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唐律师是我请来的。开庭前，唐律师找到我说你会反水的时候，我还不信。我是真没想到啊，像你这般名气响当当的大律师，竟然也会做出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情。开庭前，唐道然，你算计我！白律师，话可不能这么说，是你主动放弃替赵公子辩护，失约在先。白律师，你是认真的吗？你要拒绝替赵小龙辩护？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搜集原告的相关信息。唐律，你怎么在这里？我恰好路过，这附近有一家冰淇淋特别好吃，我给露露买了送过去。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先走了。赵小龙，江城首富赵万山的独子。我要是替他们打赢了这场官司，从今往后，我在江城岂不是横行无阻？白秋霜，这一次你百战百胜的战绩要在我这里终止。好，唐律师，只要你替我儿子打赢这场官司，1个亿的律师费，我一分不少，立马打到你的账户上。赵总，您就放心备下洗尘宴，给赵公子接风洗尘。听说当年白秋霜和唐道然是从一个学校出来的，金童玉女，一段佳话。只可惜啊，进入律界后，唐道然的风头始终被白秋霜压了一头，这也是2人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啊。爸，虽然白秋霜这个娘们让我很不爽，可你找她的手下败将来，你是想害死我吗？我可是咱们老赵家的独子，我要是进去了，谁来照顾你啊？你确定要替这个人辩护吗？怎么，你不想赚的钱，我也赚不得吗？本来这1个亿的律师费应该是你，只可惜是你自己选择反水。不妨告诉你，这次案件我准备充足，有必胜的把握，而你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对原告有利的证据，你认输吧。那你知不知道他对露露做了什么？如果你心里还有露露这个女儿，现在就放弃这场官司。你少拿露露来压我，你不就是怕我赢了这场官司，打破了你绿界常胜将军的名号吗？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今天便是我唐道然证明自己的时候。你好啊，那我就拭目以待。双方律师均已到场，现在正式开庭。江城法院依法对赵小龙涉嫌强奸一案进行审理。被告律师，你主张被告无罪，是否有新的证据补充？当然，我这里有一份视频证据，是在事发 KTV 的一名工作人员所拍摄，里面恰好记录了原告与我方当事人在事发包厢外所有经过。我申请当庭播放。准许播放。没事，马上就到了。这视频是我之前为赵小龙准备的辩护视频，怎么会在你那里？
没错，这就是你准备的辩护视频，还有这里是你完整的辩护思路。既然白律师要换辩护对象，这些为赵小龙准备的证据材料就用不上了，还是先收起来。这什么意思？白律师的辩护材料在唐道然手里。白秋霜，你在准备替被告辩护的时候，也是做好了必胜的准备吧？这也是你为什么在临开庭才选择反水，让被告面临没有律师辩护的困境。因为你知道，你根本没有办法推翻自己之前的判断，一旦开庭，必败无疑。我真是小看了你的无耻程度，唐道然，你知道什么叫相由心生吗？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小人得志，让人恶心。这都是你逼我的。有了露露之后，我让你辞去工作，在家专心照顾孩子，我可以挣钱养活你们，是你不愿意。不仅如此，你还在工作上处处压我一头，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白秋霜，你根本就不配结婚，不配有孩子。自古以来，男人在外挣钱养家，女人在家相夫教子，这是老祖宗的规矩。封建社会早就灭亡了，醒醒吧！多说无益，你还是先想好怎么打赢官司吧。审判长大人，视频中显示，原告是自己进入的夜总会。在其被我方当事人带入包厢时，没有明显的抗拒动作，由此可以看出，原告与我方当事人发生性关系属于自愿行为。你胡说！我妹妹是被人骗进去的。那我请问，原告今年几岁了？19岁，已经是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了，该不该进去私密场所，他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原告律师，你说呢？视频确实可以表明，我方当事人进入包厢属自愿行为，但这并不能证明后续的性行为也是自愿的。好。那我申请原告当事人对当时的事情经过进行再次陈述。不，我不要！你们伤害我妹妹一次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她把伤疤揭开给你们看？你们不可以！逼一个受害者再次回想着自己受到伤害的经过，往他的伤口上撒盐，你们的人道何在？审判长，被害人自述被侵犯，并且没有提供适合的物证，因此被害人的证词是事实的核心，是本案的关键。如果原告拒绝陈述，那我有理由怀疑你们是在故意陷害我方当事人。如果原告拒绝陈述，那我有理由怀疑原告是在故意陷害我方当事人。没错，这女的就是在故意陷害我，我是被冤枉的。肃静！被告律师请求合理，请原告当事人再次陈述事发经过。我不要，我不要。冷静。白律师，你帮帮我，我不要说，我害怕。若琪，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有一个女儿，跟你差不多大。她小的时候个子矮，经常被小朋友欺负。一开始她只会哭，但那些小朋友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欺负得更狠了。后来她认识了邻居家的一个小姐姐，那个小姐姐告诉她，光挨揍是不行的，你要学会反抗。后来有一天，她特别开心地跑回来告诉我说，妈妈，我打过那群人了。我也想对你这么说，他们现在虚张声势，想逼你崩溃，逼你放弃陈述，更改自己的证词，但他们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你走到现在这里已经很勇敢了，只要再勇敢一点点，就能让这些人付出代价，为自己争一个公平正义。你愿意吗？白律师，我愿意陈述。好，你尽管说，剩下的交给我。那天，事情就是这样。审判长，各位陪审员，根据原告方才的陈述，事发当晚，原告进入的是市中心正常营业的 KTV 包厢，当时正值周末，人流高峰，包厢外走廊全程有服务人员巡逻值守。我想问原告，如果你真的是被迫的，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向门外的工作人员求救，
我不知道，我当时吓坏了。好，就算你不知道，那你在事发后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在第二天我方当事人对你进行转账后才报警？审判长大人，我是否可以认为原告对我方当事人进行敲诈勒索，对转账金额不满，所以心存怨恨，故意报复他呢？你们胡说！那些钱我妹妹根本就没有收，她第二天就把钱退回去了。是你们逼她的！主上，退回去，那也改变不了原告主动赴约的事实。另外，根据我方提交的事发当晚 KTV 门口的监控视频显示，你衣着清凉不雅，你穿成这个样子进入 KTV， 难道不是故意为了勾引我方当事人吗？哼，没错，是他在勾引我。穿衣自由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是你进行恶意攻击的借口和理由。不，我没有。那就是你和你姐姐家境贫寒，相依为命，所以你就动了歪脑筋，想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赚快元，故意打扮风骚进入 KTV 勾引富家公子，而我的当事人就是因为家境优越，才不幸被你设计敲诈勒索。你们胡说！我妹妹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被告律师，你所言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属于对我方当事人的凭空猜测、恶意揣雕。你再这样信口胡说，我将对你追究法律责任。审判长大人，我们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进入场所没有受到胁迫，而且所述证词前后不一致，所以他的证词并不能作为本案定罪的基据。因此，我认为我方当事人是无辜的，其罪名不成立。原告是自愿设计与我方当事人发生的性关系，不构成强奸。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根据现有的证据，被告真的是有很大的可能会洗脱罪名。哼，这女的本来就不无辜，不过是想攀上我赵家的高枝，没成功才反咬一口。这么说来，我不就是无罪了吗？现有的证据全部指向原告是自愿的，根本不构成强奸。臭娘们儿，这次你是踢到铁板了，我的律师是不会让你的诡计得逞的。你们，白律师，我们是不是要输了？白律师，你答应了要帮我们的，你不是绿界长生期有百战百胜吗？你要替我们讨回公道啊！白秋霜，看见自己的当事人这么求你，把你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是不是心里很得意？只可惜，法庭判案讲究的不是感情，而是证据。他们知道你已经拿不出证据，黔驴技穷了吗？肃静！被告律师提出的证据真实有效，原告律师是否还有新的证据要提交？如果没有，就进入到本案宣判环节。审判长大人，我有证据要补充。根据原告当事人及其律师的陈述，被告与我方当事人发生性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你方是否承认？是。你承认就好。审判长大人，我这里还有一份视频证据，请求当庭播放。他们怎么还有证据？不是说没有时间准备吗？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准许播放。你们干什么？视频没有问题。这段视频来自 KTV 的监控视频。事发之后 ，KTV 工作人员在赵婉山的要求下，将这一段监控全部删除。但是他们不知道 ，KTV 的监控视频存储有2个路径，也是因此才保存下了这个关键证据。视频中可以看出，我方当事人在遇到被告时存在非常明显的抗拒行为，是在闻到了这条手帕后才变得顺从。由此表明，我的当事人是被迷晕的。此外，我在赵小龙的记录查到了迷幻药的购买凭证。这类迷幻药能够使人神志不清，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被告使用迷药诱导我方当事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在事后进行转账，试图使他闭嘴。根据夏国律法第327条，被告强奸罪名成立，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原告提供的证据合情合理，被告律师是否还有证据补充？被告律师是否还有证据补充？陶导然，你说话呀，说话呀！你不是说肯定能赢的吗？你快提交证据啊！我没有补充证据了。我原本以为拿了白秋霜的辩护证据不会出现任何意外，可现在……唐道然，你不是信誓旦旦答应我一定会让我儿子无罪释放的吗？告诉你，
要是我儿子有什么问题，我一定会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肃静，被告律师，我最后一次询问你，是否还有证据要补充？审判长大人，我还有证据要补充。你怎么还有啊？对赵小龙的强奸罪名基本已经落实，白秋霜又拿出了新的证据，难不成他是想让赵小龙判死刑？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强奸罪名基本成立。按照法律，他不具备被保释的条件，可事实却是，他不仅被保释，还在保释期间再次犯下恶行。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聚众斗殴、故意伤人以及强奸未遂。此外，在二审期间，原告对我方当事人多次进行诬告以及人格侮辱，这足以表明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本没有悔改之意。根据夏国律法第327条第2项、第7项、第11条，被告人犯强奸罪、故意伤人罪，罪行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数罪并罚。因此，我申请对被告实行顶格处理，请法庭综合全案事实，根据犯罪事实情节、性质、对社会的程度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全完了，爸，你救救我啊！爸，常道人，为什么我还是斗不过他？鉴于被告律师没有新的事实证据补充，下面将进行本庭宣判，全体起立。根据夏国刑法相关法律法规，本庭判决如下：赵小龙因犯强奸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强奸未遂罪，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充分，数罪并罚，现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之相关的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用于对受害者的赔偿。我们真的赢了。爸，你救我啊！你不是说我出了什么事你都能替我解决的吗？爸，我不想坐牢。常道然，你不是说你能打赢白秋霜的吗？你收了我几百万，就给我办成这个样子！你这个蠢货，算什么狗屁律师？白秋霜，你给我记住，从今以后，我要你在江城寸步难行。我赵万山说到做到。露露，我是不是很丑？没有。医生，丽丽脸上的这些疤能去吗？当然。小姑娘啊，你放心，你现在看着有点不好看，是因为伤口才刚结疤。但是你放心，我们医院现在的祛疤技术很好的。医生，一定要给丽丽用最好的药，一丝疤都不能留。您放心。听到了吗？不会留疤的。露露，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只是你，那有什么？我就当被狗舔了几口，我早就洗干净了。露露，你还怪我吗？是妈妈不好，错过了你的成人礼。本来是怪的，但是看到你保护了那个女生，我突然发现你在做的事情很了不得。丽丽，在你养伤的这几天里，欺负我们的那个小混混被判死刑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是我妈亲手给他定的罪。谢谢白阿姨。白律师，若琪、若清，你们怎么来了？白律师，你帮我们打赢了官司，我们姐妹二人想当面感谢你，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姐妹铭记于心。你们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果篮我收下了，下跪就不用了。现代社会哪有动不动给人下跪的道理？若琪现在看起来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我用那些赔偿金带她接受了心理治疗，现在有了一些效果。虽然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不受这些事影响，轻松快乐的活着。如果有任何需要，你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好，白律师，你和我听说的样子很不一样。我本来以为您这样的大律师只会替有钱人辩护，但你肯为我们这些底层老百姓发声，您是个好律师。白秋霜，有人举报你从业期间收受贿赂、伪造证据，并多次暴力威胁证人，请跟我们接受调查。我妈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是啊，警察同志，白律师在替我们辩护的时候1分钱都没有收，怎么可能会是你说的收受贿赂呢？白律师，又见面了。唐道然，又是你搞的鬼！我就不相信了，江城那么多律师，没有一个肯替我儿子翻案的。继续去找，不惜一切代价也必须找到。赵总，白秋霜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那些律师都没有底气能去翻他定下的死案，他们也怕翻案不成得罪了赵氏。那你说怎么办？难道让我眼睁睁看着我儿子被判死刑吗？唐道然，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保安，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赵总，我这次来是来替赵公子翻案的，就凭你，你忘了你是怎么把我儿子有期徒刑变成死刑的？您先息怒，我已经想到了办法。赵总，你给我跑。这是什么？能够扳倒白秋霜，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证据。只要白秋霜倒台，他经手的所有案子都会被重新审查，到时候赵公子自然可以安然无恙回到你身边。我最后相信你一次，要是还不行，我就把你扔进太平洋喂鱼，给我儿子陪葬。白秋霜，这一次一定会完蛋。爸，露露，你怎么会在这里？爸妈，他不是那样的人，你不能带他走。露露，法不容情，违法了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白秋霜违法，证据确凿，我也没有办法。带走。露露，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和丽丽，还有去找你空兰姐。好，我知道了。怎么会这样？白律师那样的好律师怎么会被审查？这些有钱人就这么吃人不吐骨头吗？露露，白秋霜回不来了，她马上就会面临牢狱之灾。你跟我走吧，爸爸会给你最好的生活。爸爸现在有钱了。放开我！你的钱是哪儿来的？爸，你替赵小龙辩护我都看到了，你怎么忍心对这样的女孩说出那么恶心的字眼？她是受害者啊！你却说她衣着暴露，蓄意勾引。法庭辩护本来就是要为我的当事人考虑的。那你知不知道丽丽脸上的伤都是赵小龙弄的？还有我差一点就被他强奸了。什么？怎么会这样？你没事吧？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妈，你在里面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我没事，别担心。白律师，我查了，他们准备的证据很充分，但是大多都集中在20年前的案子上。这些案子我没有经手，但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20年前，我和唐道然刚从政法大学毕业，结婚后一起开了一家工作室，那些资料至今没有销毁。他能做的手脚太多了，而赵完山作为江城首富，手眼通天，恐怕这次对方是有备而来。空兰，如果我这次出了什么意外，露露就拜托你了。妈，你别说了，你一定会没事的。他们是知道在法庭上斗不过你，才故意捏造证据让你坐牢，好让赵小龙翻案。妈，你明天就要开庭了，可是我还没有给你请来辩护律师，怎么办？赵万山毕竟是江城首富，江城的律师是万万不敢和他作对的。你一直替法律和正义发声，可到头来却没有人敢为你站出来。我打了那么多官司，得罪了不少有钱人，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权势面前，
畏惧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强求。白律师，如果明天还是无人替你辩护，那就我来。虽然我只是您的助理，专业能力不如你，我也一定会拼尽所有的努力为你发声。本台消息：著名律师白秋霜违规从业一案今日就要公开审理，下面我将带领大家直击庭审第一现场。白律师，我相信你是无辜的，法律昭昭一定不会让你蒙受不白之冤的。白律师，我也相信你，我们都相信你。你们都被他给骗了，我女儿就是被他害死的。像他这样的人渣，真是活该，就该给我女儿偿命。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今天那起校园杀人案的被告，你有事应该去找自己的律师，为什么来找我？你要知道，我是原告的律师，和你是对地方。可是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希望你能让我败诉。为什么？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按照现有的证据，你一定能赢。可是如果赢了这场官司，我们家就全完了。那些人，他们是不会放过我家人的。那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恳求你，不遗余力，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让我败诉，求你了。你也有自己的女儿，怎么能对别人的女儿下得去手啊？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走吧。露露，你怎么来了？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今天是我妈要坐在被告席上，我为什么不能来？有关白秋霜违规从业一案，现在开庭，待被告人上庭。白律师，您放心，我已经会全力以赴的。白秋霜，今日过后，我就是律界的新神，而你会成为永远的过去式。没想到啊，一贯坐在律师席上运筹帷幄的白大律师，有一天也会坐在被告席上。他早该被查查了，这些年他圈了多少钱，怕是数都数不清了。我儿子就是被他害死的，杀人凶手！肃静，下面请原告律师进行陈述。审判长大人，在陈述案情之前，我想先举报被告的辩护律师张空兰。据我所知，被告律师的律师资格证已经被吊销了，根本就不具备辩护资格。你说什么？这不可能！可不可能？拿出你的律师资格证一查便知。被告律师，请交出你的律师资格证，以供查验。该律师资格证确实已被注销。我从业以来，从未有任何违法乱纪行为，资格证怎么会被吊销？白秋霜，看来你的助理和你一样受到了惩罚。还有一件事要赵总帮忙。白秋霜的助理张空林对他忠心耿耿，此次必然会出场替他辩护。我想请赵总在庭审开始时撤销他的律师资格证。这不过是件小事，动动手指而已。被告现有律师失去辩护资格，是否还有其他辩护律师？白律师，怎么办？白秋霜，没有辩护律师，这场官司你要怎么赢？哼，我看这白秋霜就是坏事做多了，才会在现在完全没有人愿意替他辩护。江城律师少说上千，有不少还是白秋霜的同门，竟无一人替他出庭，这就是众叛亲离。
儿子，你看到了吗？害了你的那个魔鬼很快就要付出代价了。倒计时1分钟，如果被告仍然没有律师到场，本庭将直接开庭。被告辩护律师文素秋到场。被告辩护律师文素秋到场。这是江城律界的鼻祖文素秋文律师，曾以一己之力将一个多达100余人的犯罪团伙一起告上法庭，一一判罪。江城律界大半的律师都出自他的门下，听说已经归隐多年，没想到今天竟然出山了。老师，您怎么来了？刚才不是还没有人吗？怎么一来就来了这么一位重量级泰斗？难道这文素秋也被白秋霜收买了？怎么可能？文律师可是江城律界最清流、最权威的存在，怎么可能被收买？哼，那他怎么会替白秋霜这样的人辩护？小霜儿，怎么见了我，连老师都不肯叫？这白秋霜竟然也出自文素秋名下，不过现在也算师门败类了吧？我要是文素秋，现在肯定离白秋霜越远越好。学生现在恶名缠身，不敢玷污了您的清名。胡说！你可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得意的徒弟。被告律师文素清，律师资格证乃江城最高司法机关亲自颁发，终生有效。文律师，请入席。应该没有人可以吊销我的资格证吧？老师，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提过白秋霜是你的学生？还有，您此番又怎会来替他辩护？我此次是为正义而战。为正义而战？谁不知道白秋霜现在满身骂名，是江城律师界的毒瘤，肆意妄为，泯灭良知，这样的人也当得起正义二字？是啊，老师。你这些年不知道外界的事儿，白秋霜这些年犯下的恶行可是罄竹难书啊！我虽然不问外界的事，可我知道自己的学生。你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的王立明强奸案？王立明强奸案？您是说20年前的那场案子？没错。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个案子，这个王立明就是个王八蛋。他自己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法院都判下来了，结果他又跑去自己老婆家里强行和他发生了性行为，还对他老婆实施了暴力。我也有印象，这个王立明当时还是黑社会的头目，所以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这个案子就有很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丈夫和妻子发生性关系根本不能算作强奸，因为自愿登记结婚之后，二者有义务同居。但是当时有一个律师站了出来，将王立明的行为定性为了强奸，将他一举送进了监狱。没错，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各地法院纷纷效仿，将已经分居或者离婚诉讼期内的婚内强奸做出了有罪判决，挽救了众多生活在婚姻水深火热中的痛苦女性们。这不仅仅是整个司法界的变革，让我们将更多的保护落实在女性身上，这更是整个社会的变革。黄渤，你知道那个律师是谁吗？难不成你说的那个律师就是白秋霜？呵呵，没错，正是白秋霜。老师，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当然没有，他当时才20出头，刚刚进入律师行业不足1年。当时王立明的势力有多庞大，不用我说了吧？那些赫赫有名的律师，无一人敢替王立明的妻子辩护，只有他站了出来，替那个无辜的女人发声，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不，这不可能！当时我和白秋霜还没有离婚，共同经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什么这些事儿我不知道？当时为了保护你，所以我一个字都没有和你透露过。只有你什么都不知道，才不会被那些人盯上。可我记得当时那个律师叫白然然，然然，你是用我的导然画的名字。可我记得当时那个律师叫白然然，然然，你是用我的导然画的名字。你终于发现了，可即便用了化名，
这个孩子还是受到了黑恶势力的报复。那王立明仅仅只是受了几年的牢狱之灾，出来后却将白律师的父母残忍杀害。原来如此，怪不得我问你外公外婆的事情，你从来不肯说。原来是他们这些恶魔！因为他知道普通人想对抗权贵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只能在暗中守护这些良善之人。与黑暗势力的第一次抗争，就让他以失去双亲为代价。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律师这一职业，并没有放弃为正义发声，而是在那之后开始为权贵做辩护。白秋霜居然就是当年的律师，为了保护女性权益，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那这么说，白秋霜她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作为江城律师协会的会长，这些年来来回回见过许多律师，可像他这样纯粹的、决绝的为法律正义发声的人，真的不常见。文律师讲的这些固然很让人感动，可我想提醒大家，那些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20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当年的正义之士，如今是整个江城律师界的毒瘤，将律师这潭水搅得浑浊不堪。白律师为了保护无辜受害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尚且坚持伸张正义，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个恶人？因为一个人以前做过好事，就可以对他现在犯的错既往不咎了吗？那这天底下的罪恶如何肃清？再说了，白秋霜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恰恰说明他被权贵所欺之后，心智动摇，转而依附权贵，屠龙者终成恶龙？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为正义牺牲本来就是白秋霜身为律师该做的事情，这并不能掩盖他现在犯下的错误。没错，以前做过的好事，并不能成为他现在逃避惩罚的免死金牌。审判长大人，被告律师所述是在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与本案无关。我申请立即终止这种行为。原告律师申请合理，被告律师请陈述本案相关内容。好，审判长大人，我有新的证据要提交。既然大家认为时过境迁，20年前的事情不足为白律师现在的行为辩解，那么我想这份证据应该可以。这是15年来白律师个人捐献的所有钱，数额高达3亿5千万，这几乎涵盖了他收到的所有律师费用。他本人就是江城最大的公益组织晨露基金会的创始人。能将自己的家产几乎尽数捐出的人，怎么可能是那个收受贿赂、中饱私囊的恶人？妈，为什么这些事儿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以前我一直不理解您，觉得你每天忙来忙去，我们家也始终没有过上好日子。我一直以为你就是在找借口不想陪我，却没想到你一个人做了这么多。露露，是我对不起你，这些年一直没有给你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让你跟着我受苦了。妈，那些都不算什么。知道您是那样一个慷慨大爱的人，我真的觉得很自豪。我为有一个你这样的妈妈感到很骄傲。晨露基金会的业务涵盖了教育、医疗、扶贫等多个板块，我本人也一直对该基金会钦佩有加。晨露基金会怎么听着这么耳熟？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大山里考出来的。那时候我爸妈借遍了全村的人都凑不够我的大学学费，就是这个基金会资助了我大学4年的学费，还有生活费，让我安心完成学业。如果没有基金会的帮助，我这辈子都走不出大山，更不可能有现在的生活。你这么说，我也有印象了，我也受过晨露基金会的帮助。当年我爸爸得了白血病，把全家的积蓄都掏空了，也凑不出医药费。结果后来医院跟我们说可以免费给我爸治病，就是因为晨露基金会把这个钱出了。虽然我爸最后还是不在了，可晨露基金会是我们一家人的大恩人啊。自从我女儿死后，我每个月都会收到晨露基金会的打款，原来都是这个人给的吗？文律师，我知道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律师，又是我妈妈的老师，求您一定要替她讨回一个公道，她是被冤枉的。孩子，你放心，今天我站在这里，就绝不允许有人往你妈妈身上强加一些不存在的罪名。她这样心思纯净之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无端指责。白律师是无辜的，替白律师申冤！替白律师申冤，他是个好人。这些不过是他昧良心的钱收多了，做面子工程来糊弄你们这些无知群众罢了。我现在就替你们揭开他的真面目。文律师，你的煽情演说该到此结束了。审判长大人，
我要求传唤本案关键证人。准。白律师，我知道我女儿的命已经还不回来了，但是你必须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孽赎罪。这是本案的关键证人王琴，同时也是一个失去了女儿的可怜母亲。她的女儿在15年前被人诬告故意杀人，而白秋霜就是当时原告的律师。当时的证据几乎已经可以证明王琴女儿是无辜的，可中间她去见了白秋霜之后，回来就改了口供，承认自己杀了人。这就是王琴女儿的照片，这些是她见过白秋霜之后身上的伤。我的女儿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刚刚年满19岁的花季淑女，在江城最好的大学读书。本来她可以上学、毕业、结婚生子了，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可就是因为这个人，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19岁。她的妈妈再也听不到她笑着说：“妈，我回来了。”证人王琴，这些情况是否属实？属实。就是这个恶魔害死了我的女儿。审判长大人，白秋霜殴打原告，迫使其修改口供的行为，是对我国律法的极端蔑视，这样的人必须严惩。本来我差点都以为白秋霜是个好人了，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丧尽天良的一面。自己也有女儿啊，要是他的女儿被人害成这样，他会怎么做？刀子不划在自己身上，就永远不知道疼。文律师，你都看到了，人证物证俱在，你还准备怎么替他狡辩？当年在这个案子期间，秋霜去找过我，他拜托我保护那个孩子，我答应了。可没想到，那个孩子竟然用了那么决绝的方式来了结了这一切。我这里有一份当年的视频，你们看了就知道了。甜甜，妈，不知道你看到这个视频是会什么时候？女儿不孝，不能再陪伴你了。虽然白律师告诉我，他知道那个人是不小心坠亡的，我是无辜的，他还说了会保护我，可是没用的。只要我赢了这场官司的，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妈，下辈子我还当你的女儿。我的女儿啊！甜甜是自愿改的口供，而目的是为了保护她的家人。不，这不可能！你们怎么会恰好有这个视频？他一定是被白秋霜控制了，这不是他自愿的。我可以证明，这视频是甜甜自愿录的。你又是什么人？我是甜甜当时最好的朋友，这个视频也是我在开庭前交给文律师的。阿姨，甜甜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改了口供。可当时，甜甜浑身是伤，那些不都是白秋翔干的吗？那些伤和白律师无关。甜甜当时遭受了严重的霸凌，可她谁都不敢说，包括我，也是在案发之后才知道。不，这不可能，这明明都是他的错才对。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是当时的我不够有力量，没有让甜妮相信我可以保护她，才会酿成这样的悲剧。她毅然决然地承认自己杀了人。当她在庭上说出这样证词时，这件事便没有了回旋的余地。甜甜从小就乖巧，什么都听我的话，唯一忤逆我的事儿就是跟我说想退学，可我却从来没问他原因，甚至还威胁他不上学就当没有我这个妈。是我亲手把我的女儿推进了火坑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法警，立刻将证人送医。没想到，白秋霜真的是被冤枉的。她一个女人，默默承受了这么多污名，却没替自己辩解过一句。想到我刚才还那样诋毁她，真是羞愧难当。种种证据表明，我方当事人在从业期间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我方罪名不成立，而原告律师唐道然故意诬告、捏造虚假证据，严重挽律师职业道德。我要求严惩唐道然。下面进行本庭宣判，全体起立。被告白秋霜违规从业一罪，罪名不成立；原告唐道然犯诬告陷害罪，情节恶劣，吊销律师资格证，不得再从事律师行业，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得好！亏这个唐道然还是白律师前夫呢，一个光风劲月，一个蓄意污蔑。女儿，是我错怪白律师了，
他是个好人啊。秋霜，是我错了，我一时糊涂。唐道然，我们作为律师是要为民众、为正义而战的。老师，没想到从业这么多年，居然要麻烦你来替我辩护。我还记得你刚成为我的学生时，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要手握法律的利剑，荡平不平。而这些年，你的所作作为虽然受人诟病，但我知道你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保护弱小良善。但是幸好，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我想以后我能更好地守护心中的正义。好，妈，我们也该回家了。好，请。欢迎白律师平安回家。妈，还有这个跨火盆，去除晦气，防小人。你以后的事业一定会越来越顺畅。好。现在可以回家了吧？先不着急回家，妈今天化险为夷，女儿请妈一起吃大餐。唐道然诬告陷害罪被判10年。这个废物唐道然，我就知道他不是白秋霜的对手。赵董，唐律师败诉，那大少爷那边怎么办？现在白律师当庭释放，恐怕没有人能再帮助大少爷翻案了。白秋霜，小龙咎由自取。我已经不止一次告诉他要低调，不要去招惹白秋霜。他是自己把自己逼上死路，我现在也无能为力，由他去吧。赵董的意思是，一个儿子而已，大不了再重新练个小号。这个蠢货自己作死，招惹了那个煞星。要是那个人再继续抓着我不放，连我都得被那个混账害死。你说这白秋霜是不是有病？我给他开那么高的价钱，他为什么还非要跟我作对，非要跟钱过不去，给这些穷鬼辩护，伸张狗屁的正义？他难道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有钱才是正义？白秋霜这人睚眦必报，这件事未必会善罢甘休。去，让下面的人最近给我老实一点，这个节骨眼上千万别再给我出什么篓子，让白秋霜抓到把柄，我们所有人全都得完蛋。是，赵董。妈，这些年一直以来我都误会您了，以为你的眼里只有钱，只有工作，是个冷血无情的女人。没想到你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正义，守护善良。该道歉的是我才对。这些年我的确一直忙于工作，忽视了你，对你的关爱太少了。妈妈以后一定会努力做一个好妈妈，多给你一些关心关爱。妈，以前是我不懂事，才会跟你闹脾气，现在我才明白妈您所做的事情有多伟大。所以我希望妈妈可以继续坚持自己心中的正义，给这个世界多一点光亮和希望。不说这个了，妈，咱们好久没有一起和和气气的吃顿饭了，来，先吃饭吧。白律师，
白律师，求你帮帮我们吧！你们是，快起来说话！白律师，我们原本是城南老小区的居民，可是现在我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啊！什么事情？你们先起来慢慢说。不，白律师，你要是不答应我们，我们就不起来。白律师，前几天我们看了你的那场直播，知道您一直都是一个伸张正义的律师，而且你的辩护能力无人能比。这件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们了。就算你们想要我帮你们，你们也得说出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对呀，你们遇到什么难处，有什么事情，先起来好好说。来，都坐下来慢慢说。你们来找我是想让我当你们的辩护律师吧？你们要起诉谁啊？白律师，我们要起诉云城首富赵万山。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云城首富赵万山，怎么又和赵家有关？你们为什么要起诉赵万山？事情是这样的，白律师，你应该知道去年城南老小区拆迁的事儿吧？赵万山看中了我们老小区的位置，想要把我们小区拆了改建，但是却不愿意给我们任何补偿，就连安置费和拆迁款也是1分没有。我们当然不同意。结果赵山当天晚上就让人纵火，伪装成意外事故，烧了足足1栋楼，我爸还有我老婆孩子都被那一把火活生生给烧死了。白律师，不光如此，赵万山第2天晚上就又带着他手底下的人强行闯进我们小区，暴力威胁我们签字。我爸和好几个伯伯不同意，就被赵万山杀鸡儆猴，被当场打死。王大哥的这条腿也是那时候瘸的。白律师，那赵万山根本就不是人，我们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呀！求白律师帮帮我们，让这个恶魔得到该有的惩罚。你说什么？他纵火烧死了你全家，还暴力打死了反抗的居民，把你们全部赶出了小区，让你们成了流浪汉。是啊，白律师，我发誓，我们刚才说的绝对没有半点添油加醋，全都是实情啊！这赵万山就是个畜生啊！城南小区拆迁的事情我听说过，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样，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啊？白律师，我们没有骗您，我们说的都是真的啊。至于报警，我们怎么没报过啊？可是那赵万山逼迫我们在拆迁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儿。我们就算是报了警，也奈何不了他赵万山啊，反而被赵万山事后算账，拿我们亲人的生命做威胁。直到看到了您，白律师，您是绿界常胜将军，只有您才有可能扳倒赵万山，让恶人伏法呀。妈，我看他们不像是在说假话。想不到这赵万山竟然也和他儿子一样丧尽天良，泯灭人性。你们放心，如果你们所说的情况属实，我一定会帮你们，还你们一个公道。白律师，您答应接我们的案子了？赵董，城南老小区现在已经完全拆光，新娱乐城的打造策划书也已经审核通过，随时可以启动建造。好，这城南老小区虽然老破，但是位置却是非常不错。如果能在这里建立起一座全新的娱乐城，到时候我赵氏集团说不定就可以跻身成为全国最顶尖的上市集团。不枉我花大力气将这南城老小区这块地弄到手啊！赵董，大事不好了！咋相互叫什么？什么大事不好了？赵董，是城南老小区的事儿。今天我收到消息，有几个城南老小区的原来的居民跑到那个律师界的常胜情家白秋霜面前，将去年咱们干的那些事儿全都给抖出来了。你说什么？那些刁民
竟然把事情抖到白秋霜那儿去了。对，混账东西，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我不是早就让你们将尾巴处理干净，为什么这些刁民到现在还敢出来闹事儿？赵董，我们也没想到啊，原本这段时间那些个刁民都已经认命老实了，谁知道今天突然发什么疯，连我们之前的威胁都给抛到脑后了，也要去请白律师状告我们。你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赵董，我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赵董，现在怎么办？怎么办？现在还能怎么办？如果接手这个案子的是别人还好，可偏偏是白秋霜那个女人，你知道那个女人有多难缠？她接手了这个案子，我们全都得玩完。白律师，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仗义出手接下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没人敢管。大家不用这样，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个案子之所以没人敢接，主要是因为赵万山势力庞大，没人敢和赵万山作对。不过我们白律师只为正义辩护，不管赵万山究竟多有钱，在正义面前也注定不堪一击。我白秋霜既然接了这个案子，一定会竭尽全力，将坏人绳之以法，还大家一个朗朗乾坤。谢谢白律师，我们都相信白律师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马上就要开庭了，我们就先进去了啊。好，这个案子牵扯的人比较多，你把这个东西送到警察局去。放心吧，白律师，我一定安全送到。白律师，白律师，你是？看完这个，你就会知道我是谁。混蛋！你们有什么事情冲我来，绑架我女儿做什么？白秋霜，你以为你提前将你女儿藏起来，我就找不到她了吗？别忘了，这里是云城，而我是云城首富。赵万山，你到底要做什么？白律师，你那么聪明，还能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想要你女儿活命，就给我撤诉，或者在庭审上故意输给我，要不然你就等着给你女儿收尸。赵万山，你这是绑架，是罪加一等！哈哈哈哈！少他妈给我扯这些！反正这场官司我要是输了，也只能是死路一条，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啊！露露，赵万山，你快住手！听说白律师刚跟自己的女儿解开误会，我想白律师你也不想你女儿这么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吧？妈，你别管我！你是律师，一定要继续坚持自己的正义。给我闭嘴！不要打他！白秋霜，你女儿的生死现在全掌握在你一念之间。你是要继续帮那些非亲非故的刁民，还是要你女儿的性命？你可要想清楚了，千万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白律师，好好想想吧，开庭时间快到了。你无恶不作，丧尽天良，杀我全家！今天你一定会遭到报应！哎，这里可是法庭，说话可得讲证据，否则你这样污蔑我，小心我告你诽谤哦。这里不允许抽烟。不好意思。污蔑赵万山，我知道你有钱，暗中买通了很多律师，其他很多律师也都忌惮你云城首富的身份，根本不敢接手这个案子。可是今天我们有白律师给我们主持公道，你就等着遭报应吧你！对，遭报应！哦，
原来你们是想请白秋霜白律师做你们的辩护律师啊？白秋霜虽然的确很有实力，号称常胜将军，可是他这些年向来只接我们有钱人的案子。你说你们这一帮子穷鬼，能请得起白秋霜给你们做辩护律师？哈哈哈哈哈！我看你们是穷的精神不正常了。你胡说，白律师根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看过他前面的案子，他才是一直在暗中替我们这些弱者伸张正义的好律师。没错，我看你肯定是知道我们请了白律师心虚了。我心虚？那好，既然你们说你们请了白律师做你们的辩护律师，那么我请问，现在还有5分钟就要开庭了，你们的白律师人呢？白律师刚才就已经到门口了，现在马上就要开庭了，白律师怎么还不进来？王哥，这赵万山这么信誓旦旦，白律师该不会是被他暗中收买，临场反水了吧？别胡说，白律师绝对不是那样的人。全体起立，审判长到。请坐。王哥，如果白律师没有反水，那怎么审判长都到了，白律师还不来？或许白律师是临时遇到什么事儿。原告方律师是否到庭？呵呵，你们就别痴心妄想了，白秋霜不可能来了。他白秋霜就算替你们赢了官司，又能得到什么？她那么精明的女人，怎么可能会真的为了你们和我这个云城首富作对？看来白秋霜的软肋果然是她的女儿。选一群不相干的臭乞丐，还是选自己女儿的命？这么简单的选择题，白秋霜又怎么会选不错？谁说我不会来了？白律师来了，他没有骗我们。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来？难道说他是想要维护自己的名声，先继续接手案子，然后再故意败诉？白秋霜，你搞什么鬼？你难道不想要你女儿的命了？法不容情。如果我继续容忍你这样的恶人逍遥法外，那不只是我的女儿，整个云城都会因为你永无宁日。好得很，白秋霜。这么说来，等会儿的官司你打算来真的了？待会儿的案子，不，今天的这场官司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了，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是来测速的？白秋霜，算你识相。是啊，白律师，你说这场官司没必要继续，是什么意思？赵元山，你涉嫌纵火杀人、强卖强拆、绑架威胁等多重罪名，证据确凿，请立刻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竟然报警！白秋霜，这里可是法庭，你竟然报警！从始至终，开庭都只是一个幌子，目的只是为了转移你的视线，好让我进一步收集你的犯罪证据。现在你所有的犯罪证据确凿，包括你手底下的那些人，在刚才都已经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白秋霜，你别太得意，你别忘了你女儿还在我手里，我会让你女儿给我陪葬。多亏了你的手下杨老三，他迷途知返，告诉了我你绑架我女儿的地方。就在刚才，我已经配合警察同志，顺利救出了我女儿。什么？杨老三，杨老三他竟然敢背叛我！我不服，我是冤枉的！老实点。
人在做天在看，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